在无尽战火与星辰之间，它是帝国的骄阳，也是毁灭的序章。从荣耀中诞生，在背叛中堕落，他的足迹改写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轨迹。他就是战帅荷鲁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战锤公民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Joy Toy 战锤 30K 宇宙大孝子战帅荷鲁斯。荷鲁斯是我拥有的第一尊基因原体，尽管是 Joy Toy 早期出品，但整体细节与还原度还是最顶级之一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荷鲁斯·卢佩卡尔曾经是帝皇最宠爱的基因原体之一。他是第16军团影月苍狼的首领，更在大远征期间被帝皇封为帝国第1位战帅，拥有至高无上的军事权力。然而，在第31个千年初期，荷鲁斯被混沌的力量腐化，最终发动了著名的荷鲁斯叛乱。原本的第16军团影月苍狼也把名字改为荷鲁斯之子，完全展现他们对战帅的效忠。荷鲁斯试图推翻帝皇，这场叛乱引发了银河系的大规模战争。他的堕落彻底改变了战锤宇宙的命运。打开盒子后，除了看到荷鲁斯的本体之外，还有荷鲁斯著名的武器世界破碎者战锤，以及腰边的一把佩剑，还有一对可替换的手型。头雕的表情狰狞与愤怒，张嘴怒吼的样貌极具张力，牙齿的细节清晰可见。大量金属管线与机械结构，这些管线从他的太阳穴后脑钻入，但也因为头部周围的空间几乎被管线占满，造成头雕几乎无法转动。眼窝周围有淡淡的黑眼圈涂装，凸显了他被腐化后的憔悴与疯狂。头部周围的装甲环绕，上方如尖塔般耸立的大型尖刺向下延伸至护颈，而护颈异常厚实，完美保护住了喉咙的要害。金色符文般的雕刻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，而护颈两侧延伸出数条粗壮的动力管线，一路连接到背后的动力背包。荷鲁斯身穿名为巨蛇之鳞的终结者盔甲，胸甲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正中央那个巨大立体的荷鲁斯之眼图腾，眼球则采用了从橘红到深红的渐层涂装，并在中央点上锐利的黑色瞳孔，整个眼球表面上了一层非常光亮的光油，使其呈现出相同宝石或玻璃珠般湿润，仿佛这颗眼睛真的具有生命。两旁双狼的浮雕虽然低调，但细节也毫不马虎。甲片边缘和接缝处的大量铆钉，则进一步强化了其重工业和军事风格的质感。右肩甲上暗绿色巨大的荷鲁斯之子军团符号，左肩则是黑底金边。肩甲上下的层次感，从厚重的上肩甲、中层的铆钉肩甲，下层的搭配皮质感的饰边，真的很喜欢这种多层次的涂装和战损描绘。肩甲采关节球设计，开合的自由度高。背后的巨大披风印有荷鲁斯之子的军团徽章，精细的阴影、深浅涂装让披风飘动感十足。披风下摆的破损营造战场感。延伸向上的是一张巨狼皮的样式。毛皮纹理涂装采用了很多层次的干刷和自洗，模拟出真实毛皮的光泽和阴影感。骷髅头经过了旧化处理，呈现出骨骼的质感。右手的荷鲁斯之爪整合了风暴爆弹枪，体积巨大、沉重感十足的右手，可动性却非常的高。除了背部的狼皮装饰会卡到整体肩膀的转动外，手肘的转动自由。最令人惊艳的是，每根手指都设计了3段关节，可完整张开五指或是握拳，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也可独立转动。5根利爪的造型尖锐修长，爪根部有着精密的能量节点和管线细节。风暴爆弹枪的双枪管和弹链也做出来，爪刃本身则使用了更亮的银色，并带有金属拉丝的质感。弹链的子弹是黄铜色与银色相间，分色非常仔细。左手的动力护手手甲的层次结构分明，与肩甲同为暗色，金属质感强烈。
左手通常握有荷鲁斯的招牌武器世界破碎者战锤，整体颜色以深色金属为基底，但有一种暗沉却压迫感十足的质感。四四方方的造型展现出压倒性的力量感，延伸到手柄的部分，设计相对修长，让整把武器即使庞大，仍然能够灵活挥动，也增加了视觉的压迫感。腰带中央的巨大荷鲁斯之眼与胸甲的位置相互呼应，腰间悬挂着小刀、锁链与骷髅，增添了一种野蛮而残酷的气息。腰部上下左右的转动关节虽然紧实，但幅度大，这一点弥补了头部的低可动性。腰部至腿甲同样是层层堆叠的巨蛇之鳞风格，腿部前后左右劈腿的幅度大，也支援内外侧转动。厚重的腿甲不影响膝关节90度的弯曲，整体腿部可动性高，从小腿至大腿一路向上延伸的粗大能量管线，强化了动力甲的厚重感。巨大的战靴也支援四方贴地，提供了极佳的稳定性。膝甲上的荷鲁斯之眼浮雕用金色进行了细致的涂装，眼部点上的红色成为腿部的一大亮点。总体而言，Joy Toy 这款荷鲁斯在造型上忠实还原了设定中的霸气与威严，而在涂装上则运用了多种技法，从平整的盔甲色块、精致的饰边，到富有质感的狼皮与旧化效果，都让这款模型不仅仅是一个玩具，更像是一尊可以拿在手上把玩的雕像。大家有入手荷鲁斯吗？像这种雕像等级的模型，肯定是需要一尊来镇宅的吧。以上就是 Joy Toy 战锤 30K 宇宙大孝子战帅荷鲁斯的分享啦。希望各位战锤公民喜欢今天的影片。还记得当初买到荷鲁斯冲回家开箱的感动，一打开盒子，战帅的霸气风范真的是让我感动到久久不能自己。尽管过去了一段时间，现在把荷鲁斯从收藏柜拿出来，那种感动还是仿佛历历在目。而如果你最喜欢的是宇宙大孝子战帅荷鲁斯，那绝对要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频道，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战锤的英雄。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的内容分享。那我们下次战锤宇宙见，大家拜拜。